跨壕沟，越纵坡，身手矫健，闪亮登场。在内蒙古阿拉善，上百型形态不同、能力各异的无人装备在这里展开了一场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这些无人装备看起来形态各异，但它们都有一门相似的绝技——自主行驶。这是无人装备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就是能够在自主模式下实现机动并完成搜索任务。在参赛车辆中，东风猛士队的无人车得到了广泛关注。会车、超车、通信干扰、烟雾、弹坑、复杂路段，东风猛士势如破竹。忽然，前方烟雾突起，只见他一头扎了进去，不一会儿就冲出了迷雾。在车辆上部安装了我们的主传感器，就是这个激光雷达。它通过发送激光和接收激光测量环境的一个点，每秒钟达到了上百万的采样频率。然后后面大家看到绿色的是一个光电侦察设备，它包含了可见光、红外和激光测距，能够对3公里甚至到5公里以外的目标进行侦察、探测并进行测量。在车头，大家看到这个黑色的是一个毫米波雷达，它的探测介质是毫米波，就能够在各种雨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实现对外部环境的探测。值得一提的是，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些设备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是我面向战场、面向应用、面向实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未来战场瞬息万变，东风猛士无人平台能够自主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对预先分配的任务进行调整。大家看到的这个中间虚线，就是我们通过指挥中心下发的作战任务。那么我们以作战任务导引得到我们当前应该行驶的路径，那么这个我们叫它路径规划，就实现了整个车辆的闭环控制。研制的无人装备怎样才能更加满足部队的需要，满足未来作战的需要？在最恶劣的道路条件、最严苛的挑战规则、最贴近实战的考核设计中，就能够找到答案。这个装备呢，就说是它的这个火力系统呢，包括炮、导弹、枪，那么有比较强的这个自主打击这个能力，同时呢，还有这个自主的这个决策、规划能力等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在山地作战中，能在没有道路、地形复杂的环境下，随时随地将部队补给送往目的地的高机动力车辆必不可少。为了提高在复杂地形和危险环境中的侦察和运输能力，减少作战伤亡，各国都纷纷加大了高机动无人装备的研发力度。扩大，扩大。过达，向左看。这只叫戈达的机器狗，甚至引来了一只宠物狗前来挑战。别看戈达个头不大，它的力气可不小，自重32千克，能满载40千克的物资。小块头也有大智慧，戈达还具有语音交互、头部感知、人脸识别等功能。向前走。我们自主完成了森林路、碎石路、狭窄通道、独木桥、侧倾坡以及多条狗的100米竞速。从这个结果来看，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在这场无人装备的盛会中，像戈达这样灵巧智能的仿生机器人不在少数。这个大块头叫电动牦牛，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上体型最大、载重能力最高、越野能力最强的电驱动4足仿生机器人。装载160千克物资也能够健步如飞，其奔跑速度最快可达到10千米每小时，堪称现代版木牛流马。碎石路、泥泞路、草地、沙地、雪地这些复杂路面，对于牦牛来说简直小菜一碟。
它还具备地形和环境感知能力，可以应对台阶、壕沟、断崖等多种地形，展现出极强的地形环境适应性。那么，电动牦牛实现稳定负重行走的关键是什么呢？牦牛有12套自主研发的关节模组，实现了整机12个自由度的配置，可以完成前进、后退、左移、右移、转向等动作，成功解锁对角行走、奔跑、跳跃等多种步态，并可适应多种地形。这样一来，就能够在不利于车辆行驶的高原、山地、戈壁、林地等环境，为士兵们运送弹药、食物等物资了。其实，牦牛还有一个隐藏技能，就是抵近侦察。在不利于士兵执行任务的复杂环境中，它持续搜集战场情报，侦察目标动向。这只名为警犬的4足仿生机器人和牦牛师出同门，虽然看起来小一号，但自主侦察能力不容小觑。警犬能够自主规划全局路径，实时进行地形鉴图及避障。基地，机器狗正常抵达侦察位置。收到。开始侦察任务，搜索目标。在山地侦察环节，警犬展示出了它敏锐的嗅觉。警犬具有崎岖地形运动能力，先隐藏在山地侦察位置，依靠它头部的光学红外30倍变焦自主云台，将敌方车辆和人员的侦察数据信息回传至操控端，发现敌方车辆，锁定目标，从而自主识别出1000米以内的车辆和人员。未来，它将运用到山地侦察、警用排爆侦测、安防物流、工业巡检、巡堤查险等多个方面。无论是现代战争还是未来战争，协同作战能力就是核心战斗力。火力突击、火力打击、警戒巡逻，长安猛士队的3辆无人车组成陆上集群。3架无人机除了能自主机动侦察，在有阻碍的指定区域发现目标后实时打击，并引导3辆无人车一同前往打击。那么一架无人机呢，去快速的去寻找它这个警戒，叫巡逻警戒区域的这个目标。然后另外一架无人机呢，我们提前去找这个纵深要点区域的目标。还有一架无人机呢，我们就伴随我们的最复杂的地形，伴随它来飞行。对，3架无人机有的阶段呢，它是在一起行动，有的阶段呢，它是分开承担不同的任务。然而，目标不会等着挨打，到处逃窜，怎么破局？我们是在执行一个围捕的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第1辆无人车是在路口上挡住路口，确保我们的目标不能从这个路口出来。我们的另外2辆无人车对一个机动目标进行围捕。这个围捕的难度最大在于它目标是在运动的，而且它的路网非常的复杂。那我们的飞机呢，在空中实时的捕捉这个目标，通过这个目标回传给车，然后车来规划出自己围捕的路线，达到最快最高效的围捕。经过了刚才紧张的侦察、打击和围捕任务之后，下面我们的飞机和车就要进行一个着车的动作。这个动作现在最大的难度在于我们的车在行进当中，我们的机要去找车。大家看，着车成功。陆空无人系统集群侦察打击项目对无人车和无人机的智能化水平要求非常高。只有构建高带宽网络、高度智能的作战终端，才能够满足无人作战体系的高强度应用要求。这样也是在为将来的实战应用提前练兵。除了牦牛、山猫、猛士等令人眼前一亮的无人装备，还有6足机器人、履带式越野车等多种无人平台。这些创新程度、智能程度极高的无人装备，代表着中国无人系统技术未来的发展潜力。
现在大家看到的，在我身旁这个非常可爱的无人装备啊，就是兵器装备集团古巴所带来的4组仿生机器人。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它。看前方这个，就是它的光学和雷达装置。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眼睛了。在上方呢，搭载的是它的一些载荷，现在装载的是7.62毫米的机枪。那么它的机载平台呢，是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来变换的。比如说，可以搭载像雷达这样的装置来完成侦察打击的任务，非常的厉害。仿生4足机器兵承担的是我们士兵的伙伴、士兵的助理这项的角色。它具有高可靠的环境的适应性和这种地面的适应性，特别是在这种瓦砾、石堆、在楼梯这种环境下，它的通过性会很强。在这个山地，在这个丘陵，它可以有运输、保障这样的核心功能，执行这种城市作战的特种作战。它还有这种处置应急、危险微爆品的这种处理。核心功能可以执行火力支援、火力协同、打击清剿等任务，可以根据作战的需求切换它的任务载荷和模块。一只蜜蜂弱小不起眼，但一对蜂群却可以通过组织协作完成复杂任务。单架无人机上，我们所装载一个智能算法，通过之间的自主网协商，涌现出来一个强大的集群的智能。如何提高蜂群的稳健性、抗干扰性？这个是全世界研究中的难题。抗干扰那个程序好像没启动，这个不解决肯定不行，到时候真的用起来肯定会被干扰。智能的背后是算法，逻辑中的任何一个缺陷都可能给整个蜂群带来致命后果。无人机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里面那个控制器，它相当于人的大脑，只要它这个大脑能够保得住，那么它就能把飞行训练的成果积累下来，这个大脑就越来越厉害了。这架飞机好像装载这一有没有可能是这里有点问题？用仿真系统离线训练10万次、100万次，空中再飞行几百次，让这些蜂群最后拥有了智慧。无人机状态正常，无人车状态正常，集群准备起飞。高度50，速度20，高度90，速度50，高度300，速度90。通信断了，导航也都没了，如何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自主的去找敌人？2号机失联，3号机已经接替，就看自主抗干扰算法能不能生效了。电路恢复，目前信号稳定。上尾机状态如何？上尾机状态正常，可以进入自主模式。集群进入自主模式。真正让蜂群能够做到打不垮、摧不毁，破坏了一部分蜂群又能够实现治愈的话，那么这个蜂群它才是有实战价值的。自主算法识别，发现目标，准备来发动。目标已命中。增加新域心智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智能化正对战争形态产生重大甚至颠覆性影响。这是由中国电科发布的蜂群1号陆战车高机动车载蜂群武器系统。那么它可以一次性装载和发射4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呢发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对作战目标实施广域侦察和对重要目标进行倾角打击。那么它是目前国内能够装载固定无人机数量最多的装备。蜂群1号陆战车的作战思路非常先进，它搭载的固定翼无人机智能化水平很高，具备对敌的分布式侦察和饱和式打击能力。而且单人就可以实现对多辆车同时发射的多达200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进行任务的管理和控制，真正做到了一辆车就是一支队伍。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在无人机蜂群领域走在了世界前沿。体型便携小巧的蜂鸟无人机可以说是战场尖兵，巷战神器。这种口袋无人机小巧轻盈，便于携带，部署方便，是单兵作战的得力帮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体内有着上千个器件和各类先进的电子系统，装备了激光雷达、高精度的 GPS 接收装置、高清摄像头等，具有极强的侦察能力。可以对城市巷战中的步兵实施精确侦察，提供详尽的实时数据，是不可多得的战场侦察利器。这就是军迷们熟知的南天门计划。南天门计划最早公开亮相是在2019年10月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展出了空天母舰鸾鸟玄女空天无人战机的缩比模型。南天门计划的核心是构建一个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无人战机、战术机器人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概念中的10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全长242米，翼展达到684米，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2万吨，可搭载88架玄女无人空天战机。在2021年的中国航展上，玄女空天战机的生产线模型正式亮相。玄女战机在概念设计上是一款无人制空战机，机身双侧镂空的巨大介子环流发生器配合前掠翼，颇具震撼力。它同时具备高机动性、高隐身性、智能化。作为空天战机，使用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提供动力，不仅能在大气层内飞行，还能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2022年中国航展上，白帝战机1:1模型公开亮相。概念中的白帝战机隐身外形加上复杂的可变机一组，让白帝战机看起来就像飞行的变形金刚。它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飞行模式自由切换、无人机指挥和自适应发动机等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更换机载模块快速切换任务属性。采用可变翼结构，根据高度、航速和飞行姿态实时调整气动布局。两款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已经问世的现代战机，可谓用科幻技术武装到牙齿。将智能化无人技术和仿生技术相结合，就诞生了智能化仿生机器人。2022年初，航天科工3院自主研发的水下智能仿生机器人，世界首个仿生鲸鲨亮相。这条身长4.7米的鲸鲨重达350千克，与真实鲸鲨如出一辙。可高度仿真模拟真实鲸鲨的各种水中动作，如直线流动、转弯、上浮、下潜、定身、嘴部张合等，具有易操作、高可靠性、模块化、节能环保等优点，可人为操控，亦可水下自主游动。这表明我国智能水下潜航器与仿生技术相结合，取得了突破。
除了仿生金鲨、仿生金龙鱼、仿生虎鲸、仿生江豚等多型产品也已研制成功，持续推动着海洋仿生技术与智能系统的深度融合。